对所有这个行业的人都比较艰难，不知道未来该去走哪条路。我觉得我们不差，我们需要更多的自信。我叫魏彪，现在是 iChallenge Lab 跑步俱乐部的主理人吧。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很长时间了，大概从2003年开始从户外运动、山地户外多项到越野跑，一直到现在，可能差不多有20年时间。那中间的可能有各种的角色的转换，从年轻的时候的运动员，到后来的一个也做过赛事，然后也做过一些团队的管理者，然后呢，希望能带动更多的人能够走上职业化和更喜欢跑步这项运动。走了。那也是很多中国运动员出来比赛，可能未来还是要多学习一些英语吧，可能会更好一点。那临时注册的话都是英语，现在他们看着都有一脸懵。从疫情到现在差不多快3年了吧。我记得我们最后一次的比赛就是2020年1月份的香港100，对，就很清楚。从香港100回去之后，然后呢，疫情就开始爆发了，谁都没有想到一下会有这么长时间。对，当时我们也在想，可能这个过后也一直在规划着我们未来要做些什么，我们带运动员去哪些比赛，一直在这么做着很多的计划。但这个计划就是随着这个时间推迟，就变得就是遥遥无期了。其实对所有这个行业的人都比较艰难，不知道未来该去走哪条路，该不该去坚持。5个，今天还好，今天4个5个，明天早上的话就都扎堆了，还有100公里的，看吧，预计12点53到这儿。下去吗？没事，稳着来，不着急。这边，加油！慢慢走。对，不着急。我看今天还不是最热的那天，我们那天是赛道的时候，那天比较热。但是这个我觉得到 A5这一段，大家要悠着点，那段爬升比较大，要是消耗过多的话，后面会比较难跑一点，170公里吧。我看到了很多越野跑运动员，甚至已经退出了这个领域，真的有一点可惜。但是现在我发现，我们坚持到现在了，发现能够坚持下来的人，我觉得他们又有了一个新的成长。因为这段时间我们没有更多的比赛，尤其是没有更多的跟国际上很多优秀运动员去交流的时候，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停下来去思考他未来的职业规划是什么，思考我为什么要喜欢上这项运动，让大家变得更加的理智，更加的从容，更加的专注，这是个好事情。看，都在这儿呢，密密麻麻的。就这段应该是比较难的，因为一直是有很多爬升，将近2000吧。然后过了这一段下山也很难，也一直是这最高，这是因塔农的最高点嘛。然后到这儿就一直下山，从 A5 到 A6也很难。开始干活了。从前面啊！那边是吧？加油啊！还行，他状态还行吧。到晚上估计刚才都热坏了，到晚上好一点了。坐下来吃。这个再给你泡一个。好。他们几个都吃的东西就很好，
就是基本上都坐这吃了东西，这个都挺好的。就怕不吃东西去赶路。估计他们没有那么快到。A11估计最快也得6点半左右，我估计哈。现在这个整个时间比大会预计的最快时间要慢，所以明天早上5点钟100公里出发，还要6点钟50公里出发，然后接着我就跟100了，就跟100公里。现在就管我们自己了。跟司机、跟租车公司还要 battle 一下。从去年年底，像家居项目招就出来比赛，到今年，我们有很多的国内选手去到了 UTMB， 到现在，就我们刚才也数了，大概有差不多200个国内的运动员来到泰国的 BYUTMB。大家对这个东西的热情依然不减，然后呢，也是看到了未来，我觉得可能是更加热爱了。我相信到了明年，甚至明年下半年之后，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景象吧。到明年的，如果说大的比赛 UTMB， 甚至很多的比赛，我觉得能看到很多的新的东西。我们出来比赛啊，它毕竟是个竞技类的一个运动，我肯定是希望大家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，这个也是大家对这项本身对运动的这种追求。几秒蹦一次，你说这昨晚睡觉也没睡嘛，就是你会一直去想着这个，一会儿刷那个成绩，一会儿看看，就晚上没直播，一会儿看看那个一直在刷成绩。学儿，那你怎么着？能帮我跑完吧？已经讲完了，赶紧讲啊！大家能够走出这一步，就是能够走出来，我觉得已经是一个把所有的热爱投入到里面了。对，无论最后成绩会怎么样，因为本身这2年因为疫情的原因，大家的训练不是非常系统，有时候会被中断呀，会被怎么样的。但是走出来了，大家已经在往正常的这个方向再去调整自己，这就很好。所以这个行业我觉得是像一个非常规范、非常职业化的路去迈进。所以呢，因为我们现在发现这个群体越来越大了，不论是在职业规划，还是在运动成绩的提升，还是在未来的商业的定位规划，我是非常看好未来。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越野跑在世界是有一席之地的。我觉得我们不差，我们需要更多的自信，大家要敢想，要有梦想。明年可能会更开放一些，我们可以去参加更多的比赛，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跟国际上的运动员去学习。包括今年我们出去很多运动员就发现，其实国外的水平这2年提升了很多很多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需要提升的哪个方面。所以我们可以更加的努力，可以看到一些方向。我相信明年，包括 UTMB， 包括很多的比赛，我们会更好。